我们先来讲一下021这个水桶的版型，很简单，包身正面底围，然后这个包带呢需要一条1米左右的这个装饰带，切割不了那么长，所以要自己再来切一下。然后这是一个内带，2个耳仔和一个提手。我今天做的这个呢是用植鞣革来做的，是 Capital 的水粉色，厚度大概在1.8左右。然后我们对版型厚度再进行一下分配。包身呢就不用做削薄了，底部呢需要做拼搭和侧边，所以这个地方要进行一个区域的削薄。然后呢，肩带、耳仔还有这个装饰条、内带最好削到1.0左右。底围呢和大身就是保持在原厚就可以了，边缘一定要削薄，底围的边缘不用削薄。OK。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自己进行一个开料，这个动作就没有太多好去解说的了，一定注意不要开料的时候版型错位用皮震、用胶带或者用你喜欢的方式都可以。记住开料的时候一定要精准就可以了。这个不需要预大，因为我们做的是吊里，不需要对贴，所以不需要预大之类的操作，还是很简单的。面皮还有这些小辅件呢都已经切出来了，这里需要讲一下的就是底片，因为需要一定的厚度和硬度，后面准备贴一个2层皮做一个脱料，预大的，所以是先贴合起来，然后一道裁下来，铺好胶水之后呢对贴起来，因为是预大的嘛，所以没关系，这样就轻了很多了。底围是唯一能露出来边缘的一个地方，所以很重要，一定要切得非常精准。切完之后，特别关键的就是这个中点一定要标记出来。无论做什么包，中点一定要标记出来，各种中点。开肩带呢是开2条，一个是里皮，这面呢可以用稍微差一点的皮，然后这是面皮，先开个预大的。这是削薄以后的手柄里皮，这是外皮，厚度大概在1.1，然后这个是在0.8，大的底皮。我们刷胶，翟叔习惯用这个胶瓶来刷胶，因为这样薄匀快，这是刷胶比较好的一个方法。OK， 刷好胶之后，手柄的弯贴呢，就是从中间，然后往2边大概这样一弯一合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手柄是很长的一个手腕，不需要多精准，然后将预大的通过面皮再给它一刀精裁下来。OK， 手柄就做出来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到封边的工序的时候再移到封边。这个耳仔呢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然后慢一点，把形状切的精准一些。耳仔的厚度在1.0到1.2吧，不要太薄，太薄没强度，太厚呢很笨重不好看。等一下一起去封边。OK， 这个装饰皮条呢要裁至少1米，我裁了大概1.2米，多余的先预留，然后边缘和底部先不用处理，然后这个先放在一边。OK， 整套的材料看完之后就都放在这里了，这是外皮的部分，还有吊里内带的部分呢，那个是衬布的，我就没有放在这里。不过材料包里都会有配。现在开始制作，我是先从小到大，先制作这个包带手柄，边线拉好，然后打展。在打展之前有必要说一下，我这个画的是打展的定位引导线，它并不是装饰线，
要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然后就开始打展。转弯的地方用2尺，然后1尺1尺的往前推进啊，不要着急。然后打这种长排的展呢，建议大家是套着2尺或套着3尺往前走，这样打的展特别直，套着3尺4尺的往前走。好，打完展之后呢，可以先缝线，然后也可以先缝边。我个人习惯是先缝线，这个缝合量有点大，缝吧。我们把孔打好之后呢，下一步先对一些边缘进行提前的处理，就是削边、封边。因为我做的这个是用的直柔，所以我就直接开始进行封边。特别是上边缘，还有这个，马上它侧面就要拼接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要提前封好边。下面不用管它，然后这个被压在里面的也不用管它，所以这2边要封边，还有这个小孔也要封边。这个底也要提前把边封好，因为这个底的边缘会露在外面。先封这个底。底皮的边呢，封完一下就可以放在一边了。然后我们继续封其他的边，好复杂。将这个外边缘、上边缘还有底封完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工序了。缝吧。这有一个相对宽的边，有一个相对窄的边。先把宽的这边要削薄，然后把底面要削薄，削薄的距离大概是1公分，然后这样有一个搭接量，搭接的地方都要被削薄。好，我们削完回来了，然后这个边缘大概削1公分1厘米，然后是谁被压谁被削啊，然后将这个边给对着缝合好。粘一下再缝，也可以不用粘，因为这个展孔都是根据板位来打的，所以我就不粘了，快速的缝一下。缝完了，今天先拍到这儿，然后明天再继续拍。缝完之后把线垂一下啊。先通过板位，然后将底板的中点找到然后将中点和已经缝好的包身中点找到对齐，然后进行缝合连接就可以了。好，缝到这里之后呢，把最后一针拉进去，然后在里面打上结就可以了，不要走双回针，因为这里没有一针是双回线的然后里面缝的打结也不会影响到外面的外观。好，收紧，然后调一调松紧度，然后把线在里面打上结就可以了。OK。这个包底缝合完之后呢，整个包身的大部分我们都已经主体就组合完了。在包的主体组合的时候，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缝合完底部之后，这个底看起来是比包身还要大的。这样我个人感觉并不太好看，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整形，大概是这种效果，就是要让包身大过包底，而不是包底大过包身。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拿塑形棒在里面沿着这个削薄的一个分界线，然后给它这样稍微塑一下形，把这个包身给塑起来，让包底呢显得更小更精致一些。注意塑这个形的时候这条线一定要直好，整个形塑完之后感觉包身已经超过包底了，然后也比较平整了。那么这个包身主体我们就组合完了。现在我们开始组装这个耳仔。这个耳仔呢有一个低环，然后呢这是一块皮。在这个边缘我用颜色标记出来了，然后我是用削薄刀，然后对这个边缘进行了一个削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贴合好之后的耳仔会有一个微微起鼓的一个效果。将低环装上去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拿这个补强带补强带胶布
将这个吃力的地方给它进行一个补强的贴合，这样能够增加它的一个寿命，还有就是不会长时间受力导致这个地方变形。这面是单侧打展啊，然后这面没有打，贴合好之后用锥子把它给透过去就可以了。一定要边缘刷到位，要不然我们封边或者是边油的时候，这个边缘会开。然后刷好胶之后呢，把这个耳仔装进去，然后贴合一定要到位，把边缘稍微塑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削薄，把这个微微隆起的小骨给它塑出形了。塑完之后呢，先别封边，用锥子将孔透一下。这个展孔透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对边缘进行一个处理了。越是小的东西啊，越要注意边缘的地方一定要处理到位，这样才能够使整个作品显得更精致。两个小耳仔封完边呢，一定要封漂亮一点。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刚才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所以用笔画了条线，结果这条线磨不掉了啊。不过没关系，我这个做个跳绳不影响。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耳仔呢，要定位到这个包身主体上，然后这个地方需要把耳仔的尖端呢，然后对准这条缝的线，耳仔这两个展孔呢和眼口这条线要保持一致，用锥子将这个痕迹透下去，不用扎透啊，先轻轻的点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再根据这个刚才对位的痕迹，把这个孔位用锥子给它透出来。这个最好找一个这种黑大粗硬的这种棍状物啊，插到这个水桶里面去，特别好操作。这个耳仔缝合好之后呢，记得这两边要各锁2针，因为这个地方很吃力，所以一定要非常牢靠。然后呢，里面这个线也要打结啊，然后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吊里会把它挡住，多留一块，增加强度。然后这个孔也给它封一下边儿，因为这样虽然它装饰条一穿过去之后就看不见了，但是封一下边儿还是好看一些啊。OK， 主体我们就已经组完了，然后现在我们做吊里部分。这次做这个吊里呢，我是准备用这个大猪皮啊，猪皮特别柔软，特别薄，特别适合做包的内里，比布要效果好一些。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猪皮来做吊里，同样用这个开料板，料开下来就可以了。这个内袋我们折好边，上眼口，包好沿条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板面把内皮的定位点找一下，然后把中点标记一下，将小内袋单独的缝合在这个底皮上，然后最好在对应内袋的后面呢贴一个补强。因为这个内袋经常使用，它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撕裂，所以说在内袋大概的位置用一个补强带，然后一起缝上去就可以了。OK， 好，这个内袋我用缝纫机踩了一下，这样比较节省时间。背面是补强带，一定要缝在一起啊，这样它比较有力量。然后前面这里一定要跨一针，这样它强度比较够。再将这个内袋这样贴合好，缝一道，再把这个缝好之后的一个圆筒。再把面朝上对好中点啊，然后缝合起来，然后再翻过来，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吊里了啊。在缝之前，先可以将这个装饰带先给它做好，差点忘了这个顺序，先将装饰带做好啊。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这个装饰带的效果和作用。OK。这个就是裁好的上装饰条，然后一侧先封好边，把它贴合在这两个的上一侧，然后回头会和这个包身一起缝合。然后这个左右的长度我没有给大家抓取，是因为
每个人用的皮料的厚度不一样，会导致这个里圈的内径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只需要将这个连接皮给它这样紧密的贴合在上面，然后用锥子在这个中线地方做一个标记两个同样，然后这样把多余的裁断，回头我们给它缝合起来的这个内径就刚好和这个桶的内径非常好的贴合。将上沿条缝好之后呢，根据刚才的标记，我们把它裁断，然后在这边打展，这边打展，然后用线这样连起来就可以了。我们将这个里皮给它面对面的缝合好之后，将这个底的中点都找到，边缘刷上胶，然后将中点对中点这样给它临时性的粘合在一起。好，4个中点对好，这样这个底带我们就给它临时的贴合起来了。边上给它缝一圈，这个不用缝的特别的规整，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只要缝结实就可以了。单针穿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底带已经很牢靠了。内里的底围我们就已经缝好了啊，缝的比较蹩脚，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从这里面看还是蛮漂亮工整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用锥子扎好孔，拼缝起来。这样呢，它这边没有一个厚度的叠加，所以它特别工整。然后熟练了以后，你可以做这种搭接的方式，也可以做这种拼缝的方式啊。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一定要平啊，带口一定要平，然后缝吧。OK， 现在这个水桶包做到这个程度呢，基本上就差最后一步了。如果是做单层直轴的呢，其实不用做这个内带，做这3个部分就可以了。然后将这个装饰带穿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将做好的手柄挂在这个两侧。如果是做内带的呢，就需要把内带这样给套进去。套进去之后呢，将这个上沿口给刷胶贴合好，然后通过外面的这个展位拿锥子给通透，然后缝一圈就 OK 了。带子封好边儿，然后将这个孔穿进来，缝进来。这有点翻不过单来了。调到一个你喜欢的位置，等价也可以继续调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做好的内带放进来了。然后如果觉得这个敞口不是特别的安全，你可以在这里自己装个磁扣啊、四合扣啊，或者说你喜欢的方式吧。当然装个拉链也可以，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拉链。忙了整整1天，这个水桶包终于做完了。有很多地方做的并不很细致，很多地方我都是用缝纫机去做的，因为这样快一些。毕竟只是做教程嘛，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更多的教程给大家。这个包呢，我们再来大概总结一下。然后其中就是主体很简单，2个面皮，缝合成一个桶，然后把底一装这个主体就做完了。然后再做个手柄，然后给它装上。就如果是直轴的话就结束了。如果要做这种葛轴或者做这种吊里的话呢，那就再做一个
里皮，然后上沿口给它缝合在一起。唯一的一个小难点就是里面这个里围啊，一定要贴合的非常的标准啊，不要有过宽或过窄，导致这里面不平整就不好看了。然后别的这个包没有太多的难点，其实蛮适合新手做的。不过大包呢就是缝合量大了一些。如果大家喜欢手工皮具，然后需要版型和图纸以及一些周边的话，还请多多支持宅叔的小店。